主任，你们已经折腾我2个小时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我还怎么配合你？我什么都没做，我问心无愧，你让我怎么配合？好，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否违规使用职务权限，擅自解除风控预警？没有。那好，这个你怎么解释？郑浩，当年刚参加工作是你父亲带的我，30年了。说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有点倚老卖老了。但是我说，我很了解你，这个应该没意见吧？是。重情重义是好事，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你的判断。我指的是职业判断。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要相信组织。这个案子的性质非常严重，给我们敲了警钟。我明白了，宋局。案情虽然还在调查，但问题出在风控。作为直属领导，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愿意接受局里的任务。哎呀，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要说责任，你郑浩是风控系统的负责人。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让风控系统正常运转。是。我向你保证，组织上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清白的人，这个案子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郑局，郑局，什么事儿啊？您知道熊毅去哪儿吗？怎么了？我俩约好升级结束他上我家吃饭的，可是刚结束他就走了。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啊，他有点事儿，结束了就回来。哦，这两天辛苦了，赶紧下班吧。我这手机都没电了，还说点个外卖，要不然你们谁帮我点个外卖？一会儿先转给你们。啊。辛苦2位，谢谢啊！我再歇会儿啊。哎呦，还问不问了？黄主任，你不知道人一吃饱了呀，血液循环到胃部，大脑缺氧。这兄弟，你别犯浑啊！这范文怎么了？你们口口声声的说，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主动交代，又说我主动交代了还有回旋的余地，我熊毅交代什么呀？你别来这一套。那个系统里的电子签名，难道不是你的吗？这个签名是我的没错，但是我从来没有解除过什么预警。至于它为什么在那儿，我不知道。行，来，你告诉我那个。行，先冷静一下，坐。这样，我们重新再分析一下啊。当初你参与了这套风控系统的研发与设计，同时又是使用者，那你告诉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别人冒用了你的电子签名？太有这种可能了，我是真想知道是谁在陷害我，但是这个就是应该你们去查的了，你们不去查一点，跟我这儿较什么劲啊？我熊毅做的端行的正，啊，我问心无愧。现在的情况啊，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你要是再不配合，对你很不利。你们不已经认定是我了吗？把我像犯人一样抓在这儿审。我忙风控升级的事情，我这2天我就睡了4个小时，刚忙完你们就把我抓到这儿来，什么意思呀？卸磨杀驴呢？第一，我们是在问询你；第二，我们没有抓你。
这样吧，你呢先回去好好休息，也好好想想。如果想起什么来呢，需要向组织反映，明天来找我们。哎，明天，算了吧。算了吧，什么意思啊？你不审我吗？要审就彻彻底底问清楚啊，别鸡零狗碎的审我。不是熊爷，你到底想干嘛呀？这事儿没掰扯清楚之前啊，哪儿都不去了。等你们问清楚了，我再走。啊，熊爷，我们主任都说了，你可以回家了。你要在这儿自讨苦吃，可赖不到我们。哎，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带上啊。我睡了。哎呀，累了2天了，困了。这么新啊？哎，这我可不是邀功啊！这个车一共才跑了5万公里，保养得很好，重新喷个漆呢，就跟新车一样，好多人盯着呢。我可是跟我们家老唐说了，我说你好歹也是个4S店的老总啊，你要这点事儿都不能帮景秋搞定，那你趁早别干了。你这么说不怕他生气？他不敢。放心，价格绝对控制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帮我谢谢老唐。你谢他干嘛呀？你应该谢我。哎呀，反正你刚回国，一堆事要处理，我能帮你的呢，就这些吧。这车呀，往小了说呢，是你的一个代步工具；往大了说，这就是咱们事务所的门面。你都不知道，现在国内有些老板啊，他根本就不懂什么业务能力，就看你穿什么牌子，开什么车。以后啊，你见识多了，自然就有体会了。我确实需要适应一下。老板，请上车。给，谢谢。坐好了。晚上叫上老唐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嗯。哎，不行。怎么了？朵朵这不是要上幼儿园了吗？我就想着明年给她添个弟弟或者妹妹。所以啊，这段时间我就跟老唐约定好了，拒绝一切邀约，好好调理身体。我把他那些狐朋狗友全给他删了。所以我不是也得以身作则吗？不然家里领导地位不稳呢。行，来日方长吧。走吧，开出去试一圈。喂，妈，我刚把丹娜送回家，怎么了？给你爸买一些河川陶片，一定记住啊，要买城南一人像的。知道了，不会买错的。还给他买2件羊毛衫吧。深色的2件，您清单上写得很清楚了，放心吧。哎，你别挂电话，还有呢，给你爸买3本书。知道，我已经到书店了。先挂了，阿妈。我决定了，这套漫画书我要买下来反复看。买呗。买了放你家行吗？我妈不喜欢我看漫画书，说影响我写作文。拜托。那行吧。阿加莎这套也买下来吧。不用，你看我赤马都快看完了。没事，我零用钱还够，就当你的生日礼物，我送你了。那下周、下下周的作文，你替我写。大哥，那我也不能总替你写吧？考试时候怎么办？考试时候我也替你写。我就是不喜欢每周写的。我是图像型思维的人，写东西不适合我。你好，请问有没有远方的旅行？远方的旅行有，我去给你看看。好，谢谢。
手机，我妈在我身边的跟踪器。喂，妈妈。哦，我跟小新在书店看作文呢。好。不是在看漫画，真的是在看作文。好呀，叫上铁头，我们一起去。可是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写作业实在是太浪费了。要是能出去玩就好了。原来江小牙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他打来电话，米小圈，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在家写作业实在是太无聊了，不如我们出去玩吧。还没睡着啊？那我接着念好不好？小星，我妈说她今天要去外地演出，让我早点回家。现在来接我，走吧。哦，我先看会儿书，你先走吧。哦，给画本给你。走啦，拜拜。结账，一共168。好，谢谢，慢走。这么不小心啊！小星，还是很喜欢画画是吗？你应该上中学了吧？我初一了。
是跟以前一样啊，不爱讲话。宁宁一点没变。怎么可能没变？6年了，你也变了呀。长大了，长高了。您结婚了吗？工作太忙了。我爸也是，太忙了，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人。这字一签啊，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总感觉不踏实呢。你说，咱们这么着急买学区房，会不会有点欠考虑啊？亮亮离上小学还早着呢，家里积蓄本来就不多，这一弄二弄，咱还得离个婚。要不，老公咱们先别……咱不是都说好了吗？签这个字儿，不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吗？等房子下来了，亮亮的户口迁进去了，咱们再把那个小红本给领回来。再说了，离婚归离婚，咱们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房子嘛，迟早要买的，不是？但凡我要是多挣点儿，咱家也不用算你这个首套二套的首付钱差多少。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不过我听说啊，好多假离婚的，最后都弄假成真了。喏，这房本上的名字是你的，还有，我把家里的钱，还有我自己攒点私房钱，都存到这个卡里了。你把这卡收好，我呢，这就算是净身出户了啊。到时候买那小破房，还不得把钱全部倒腾给你？怎么，这就舍不得了？哎，行了，看一下。行了。对了，这次买2套房，手头比较紧，要不跟熊一再借点儿？不行，上次买房管熊一借的钱刚还完，咱不能再欠他的了。好吧，听你的。对了，熊一最近在忙啥？上次约着来家里吃饭，怎么也没见个人影。啊，真的，一直在这儿就没走？是啊，你让他走，他都不走。问出点什么了吗？什么也问不出来，而且打疲劳战吧，还不一定打得过他。他态度呢？坚决不走，彻底躺平了。按他的话说，就是我没有错啊，我有权利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有权利吃好喝好。这不，大为小许2个人轮流着给他点外卖。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我想看能不能让郑浩过来啊，跟他好好谈谈，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好，我通知郑浩。哎呀，师傅您来了。醒了。他们这什么情况呢？啊，到底什么情况？升级2天基本没合眼，吃的挺香，还称得重吗？称得重。猪脚饭。我心大着呢，在这儿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我又没做错什么。你没做错什么。
你也不相信我？我相信你重要吗？当然了。哎，他们谁都可以不相信我，您不行啊。他们是谁啊？你觉得大家都冤枉你了？对。你认为你自己没有必要去配合大家对你提出的质疑和问询。坐。刚才你提到相信，你认为相信的基础是什么？诚实。对，诚实很重要。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那大家相信你了吗？或者说，你也没信过大家呀？熊毅，你给我听着，你不是我郑浩的兵，你是税务系统的一份子。你我，职务上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本质上都是我们国家税务体系的一部分。你再想想，小到我们税务局，大到整个税务系统，再大到我们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是。安全。你有权限进入风控系统，那是因为系统选择相信你。那现在这份相信被破坏了，不管是不是你，后台的的确确都是你的签名。你听好了，带着问询和质疑的黄主任他们，完全是基于安全的考量找到你的。那你是不是有义务、有责任，去配合和尊重组织对你的调查呢？我有。兄弟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信你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大家信你。信任是相互的，如果你想得到，那就先把你的信任和尊重递出去。师傅，我懂了。那吃吧，你最爱的猪脚饭，我走了。师傅，我最爱吃的是火锅。等结束了，一起吃火锅。去哪儿？平山一张卧铺。大飞那边安排的怎么样？在双林路的一个厂子里，我的地方挺安全的。新东这边先放放。那这2天你带着大飞去一趟林州，啊，协助小四把事情做好。小四啊，过去你们2个人交道打的不多，这次出去要相互照应啊，多带带他。
真得感谢大飞啊！他要不是被公安盯上了，我也没机会去林州跟你在一起。你觉得陆望水知道我们的事吗？不知道吧？你觉得他知道？他总是看着我们，我有点不放心。哎，没事，他看谁都那样。反正到了林州，你要听我的。不在林州，我能不能不听？你试试。你好好想想，有没有把你的密码借给别人用过？没有，从来没有借用给任何人过，包括我在任何的纸质笔记，包括备忘录上也没有记录过我的密码。我知道您觉得是有人偷了我的密码，你也是想证明我是清白的，但是以我这种沉稳认真的性格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兄弟，你这态度来这么大的转变，我们还有点不适应。哦，我为之前不友好、不配合的态度呢，郑重的给大家道个歉。好了，来，坐。要不你们找老王查监控？老王辞职了。辞职了？为什么呀？他误操作删除了监控，算是引咎辞职吧。技术部门正在恢复。哦。秦晋，郑局，你还没下班呢。东河的报告我做完了，拿给您看看。你来。这是拿给我修改的资料。对比之前做得非常清晰啊。你来，用我的跟你的对照一下。郑局，你看你这个。你别动，接着打字，打什么都可以，打什么都可以。别动。跟我来，帮我个忙。哎，你不是下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等会儿就走。行，那我先走了啊，拜拜。
欣欣，我坐那儿，你来帮我拍一下。哦，好。多点角度，多点角度。这边也拍一拍，都要带到键盘啊。都有啊。前面，角度低一点。这些照片和几个视频，从几个角度都可以清晰地拍到熊毅办公桌上的电脑，都非常清晰。无论你输入的速度有多快，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你敲入的密码。李想证明，不排除有人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窃取熊毅的开机密码和电子签名。对。熊毅的位置在哪儿？那个桌。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话，这个房间多个位置还有角度，都可以拍到那个键盘。所以洪主任，你们现在排查的重点应该是这间办公室所有的人，尤其是预警前后的时间。我这边拟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时间坐标轴，按照这上面7个精确的时间点进行排查和对比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精准地确定内鬼的最大嫌疑人。进来。主任，信息中心那边修复的视频资料送回来了，给我们放一下。好。损坏的监控都在里面了吗？恢复了80%。好的，着重看一下证据列出的这7个时间点的监控，给我们放下。好。尿不湿我都放在箱子里了，然后奶瓶在这个侧边，这次我准备了2个，别像上次一样摔坏了没得用啊。知道啦。哦，还有餐具餐盘都在里边啊。哎呀，还打个车，你直接送我们过去就行了，还这么麻烦。我这不是有事儿吗？啊，走了。行了，走吧。郑局，赵琦呢？赵琦今天请假了。
郑局，东环电子一案，始作俑者是我。这一切自始至终都与熊毅无关。事到如今，我必须向您坦白这一切。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叫大飞的人，我帮他办过一些业务。一来二去变得熟络，熟络到我买房时，他主动拿给我10万块。后来才知道，那10万块是他为了拉我下水的圈套。我曾经犹豫过，害怕过，甚至想过跟组织、跟您坦白，可我没有勇气。我怕了，怕他告发我，怕丢掉工作，怕坐牢，怕失去我现在的一切。我妥协了，抱着侥幸的心理答应帮他做一次，只做一次。赵琪的信。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半年前，大飞突然又来找我，开始拿之前的事要挟我，不然就要告发我。就像泥潭，一步错，步步错。我知道自己逃不掉的，郑觉，对不起，请您替我转告熊爷，我对不住他。喂，侯主任。你们在什么位置？找到赵琪了吗？找到了，在上河大桥。路上没看到接触什么可疑的人。我跟潘队刚会合，正在等待时机。但这小子上桥了，不知道这小子在转悠什么。我们被堵在下面了，你们盯紧点。就不能再快点吗？晚高峰都这样。赵琪这小子最容易钻牛角尖了，真害怕他做什么蠢事。走了，快快快！赵琪好像要跳。熊毅，你干什么？先别冲动。赵琪，别激动，有什么说出来就好了。对，赵琪，你冷静一下。别过来！别开！我不让进啊！这里不让进！潘队，干啥？潘队，不让进啊！不好意思啊，这里不让进啊！你说话的时候注意分寸，尽量拖延时间，好吧？明白。熊爷，对不住啊。行了，冷静点，下来说，下来呀。真的对不起。都别他妈拍了！今天的风好闻吧？10万，就拿了一次。
拿了就下地狱了，闻不见了。10万，就拿了一次。拿了就下地狱了，闻不见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错了就认呗。啊？你错了就改呗。你今天要真从这儿跳下去，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瞧不起你，赵琪。我欠你的。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红烧肉，我最讨厌的就是称兄道弟的交朋友。你是我第一个朋友，唯一的兄弟。这都是假的。咱俩从一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每一句话都是假的。蒙我呢？是不是骗我呀？赵琪，你先从这跳下去。你想过你老婆孩子没有？他们怎么办？家人呢？你想过他们吗？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我爸妈都是庄稼人，我不能让他们看着我被铐走。那画面没法想，一想到就死了。经抢救，嫌疑人赵琪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赵琪已经交代了如何利用手机摄像功能盗取熊毅的电子口令和签名的作案全过程，以及与中间人大飞勾连作案的全过程。赵琪呢，身为公职人员，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团伙，协助东环电子违规申领增值税发票，擅自解除风控预警，利用工作便利掩盖其犯罪行为，收受涉案人员贿赂达数万元，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调查，东环电子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呢，熊毅并未参与，也不知情。关于他的停职调查呢，已经结束，建议局里恢复他的正常工作。东环电子法人张少成供述，以及完整的证据链，坐实了东河实业是恶意取得虚开发票偷逃税款。
对此，投案自首的东河实业总经理郭子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经市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对东河实业作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和处以罚款的处罚决定，同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接收虚开发票的刑事责任。106专案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东环电子虚开发票的行为要抓紧处理，同时向下游售票单位发出谢差，尽力挽回国家的税款损失。小菊，李克，你们的任务是完成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东环案重大嫌疑人大飞还没有归案，此人非常狡猾，在与张少成接触时，并没有露出真面目，全程用的都是化名。现在除了简单的体貌特征之外，此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继续追查大飞的踪迹。大飞，以及在他背后可能存在的团伙，早晚会归案。警钟长鸣啊！这次的事，又给我们内部敲响了一次警钟，警醒我们每一位税务工作者，要光明磊落，要严于律己，同时呢，更要加强对年轻人的职业操守教育，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更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和净化工作。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用什么样隐蔽的犯罪手段，只要触犯了国法，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至于相关人员的内部处理，区局党委会慎重研究的。现在呢，散会。哎，正好，你什么事儿？有话要说吗？我请求组织处分。赵琦是风控局的人，作为风控局的负责人，我的责任不可推卸。内部处分呢，是防微杜渐，是在警示大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处分应该从我开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怎么处分，区局党委自有定论。是，不过刚才郑浩的态度还是不错的。郑浩，不管怎么说，东河实业这个案子你还是有功的。赵琦之事，责任在于他个人，相关部门也对他进行了追责。至于你嘛，组织上自有考量，你就别操心了。谢谢王局。我还有个请求，关于熊毅，我希望无责处理。那我觉得是他安全意识薄弱的疏漏，也是风控系统的疏漏。我同意啊，对年轻人的警示教育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鼓励和认同，因为年轻嘛，所以不害怕什么利害得失。熊毅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他比较冲动，但是他这份冲动下面的干净和坦荡，我认为比起处分，我们更应该保护年轻人这份难得的坦荡，这可能是最好的教育。说完了。说完了。散会。熊毅，你回来了。哎，熊毅回来了。回来了，大熊。听说了吗？风控的内鬼是赵琦，他把这事儿再给熊毅了。是你这个事儿谁能想到啊？我记得他俩是同一天入的职，跟一个人似的。要么怎么有这话说？防火防盗，防凶易难。哎，我还
还听说这次连去税务局的郑浩也要被处分。他是领导，他手下人都出事了，他能怎么办？你说这郑局也真是够倒霉的。你说东河刚立了点功，这紧接着就被下来的人给牵连了吗？哎，你也不能这么说呀，郑局又没错，实在是这帮下属他太不省心了。你说就赵琦这种情况，得判几年？没有职业操守，丢不丢我们是个问题。二，他是不是品行也一塌糊涂？栽赃嫁祸，心狠手黑。有钱有门路又怎么样？什么年代了，还想花钱脱关系减罪啊？贪污腐败知道吗？不可能被原谅的。你们看哪个贪官有好下场？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教育。把嘴闭上！不，高鹏，你有病！我让你把嘴闭上！我说你软肋了是吧？谁不让你提啊？说什么啊？再说一遍。啊！邢毅，你也冲我来是吧？赵琦父母做错什么？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说他们？道歉。我跟谁道歉？跟你，还是跟高鹏，还是跟赵琦呀？赵琦的父母。大家都同时好好道歉。你是我，道歉。冷静点，冷静点，住手！大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你们还有点国家公职人员的样子吗？把单位食堂当什么了？当菜市场了？还有你，李东杰，你是怎么管教你的人的？对，都是我的错，我管教不严。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回了。我们就议论了几句赵琦的事儿，那区局的熊毅跟吃错药似的，直接扑上来，还有自己人也胳膊肘往外拐。你闭嘴！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啊？那区局的人也是咱们的同事，就你张嘴，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知道吗？心里没数吗？天天叭叭叭的，没完没了，还不服气啊？出去，听我处理。走，小菊。还有你，不说话就有理了是吗？出去。走了，小菊。小菊，这两个臭小子怎么处理啊？你说怎么处理好？我说，您是领导，得听您的呀。我说没有用，但是我跟你说啊，这熊毅我打过2回交道。上次，那个黄主任询问他的时候，各种不忿。我听说了啊，那区局那边除了郑浩的话，他连宋局的面子都不给。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区局有区局的规矩，咱们有咱们的章程。区局为什么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要我看啊，就是组织纪律性抓得不够。真是，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吧，叫咱们俩一人写份检查，做公开检讨。你呢，也跟着表个态啊？没问题。怎么了？还有事啊？那什么，我听说纪局已经递交了那个提前退休的报告了。他一退休的话，那他那位置应该就是您的了吧？那排队也该轮上您了，是不是？这你就不要瞎操心了，组织上有更成熟的考虑。考虑谁了？宋敏红。啊？你先去吧，啊。你进。宋局。哎呀，这个熊毅一天到晚惹事儿，来我们这儿几年了，这冲动的毛病啊一点都没有改。局里做出决定了，让他呀再到一所去锻炼一段时间，好好磨磨他的臭脾气。但是宋局，我还没说完呢。
区局党委会对你的事情也研究出来了。作为风控局的局长，对赵琦的事情，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是你主动发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后来又主动配合调查工作，查明了问题。所以这次对你不做处分，但是你必须在会上做出深刻的检讨。你没有异议吧？没有，但是熊毅业务能力强，是个好苗子。越是好苗子，就越要磨练他的性子。组织上培养一个人，严管才是厚爱。正好，你是带队的，你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局里所有领导的意见。好，知道了，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哎，等等，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调职了。调哪儿啊？稽查局。季局的位置。上面也想调你过去，你愿意吗？我想想。都煮老了，也不捞，啊！来，捞啊你！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不痛快。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还狂，比你还冲动。我爸呢也管不了我。直到后来，我进了税务局，遇到了一个我服气的人，良师益友。小新的爸爸。这事儿我听说过。没怎么听你仔细说呀。他跟赵琦一样，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的，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做人本本分分。他那时候就常说，这人呢，总是想着人有我无，人无我有。那就容易走极端，容易犯糊涂。赵琦是糊涂了，他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辜负了亲朋好友的信任。可是他更糊涂的，是辜负了自己的努力。是啊。你说人这一辈子，要是能像坐地铁一样就简单了，错过了，还可以再绕回来重新开始。可有的时候就那么一步，错过一个出口，抱憾终生。我明白，师傅，您有很多遗憾的地方。你又明白了。师傅，其实去一所也挺好的。我去了一所以后，肯定会认真工作。我跟你说，一所是离基层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你多接接地气儿，多去体会感受一下这一线的税务工作人员是怎么过来的。我肯定会好好干的，好吧？都在酒里，我看着你啊。唠叨。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事，我们正好看看资料。开始吧。好。各位，你们手上的这个宇辉咖啡，相信在座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这家咖啡是连锁品牌，本土企业，总部就在咱们新东。成立5年以来，发展的速度很快，门店在全国已经开了将近300家，最近3年的营业额每年以30%增长，可是去年，企业所得税却大幅度下降，存在着少缴税款的嫌疑。这条线索是侦管局发现以后移交到咱们稽查局来查证。经过财务、发票、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宇辉在去年3月份以40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大型的智能软件，并且还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侦管局认为企业有接受虚开发票的嫌疑。梁小姐，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欢迎你成为宇辉的税务顾问，也希望你能帮宇辉解决掉眼前这个麻烦。您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我听丹娜说，你在法国待了6年，在尤安事务所。尤安我知道，是一家著名的税务事务所。你从一个普通的事务员做到了总监，你的 team 每年从营业额100-200万做到了1-2000万，非常不错。我选择你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份漂亮的履历。周总，您过誉了，那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团队的功劳。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打算帮宇辉怎么样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用我的专业啊。杨小姐，我丝毫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靠专业的流程呢，有时候会比较慢，而且总让人不踏实。我希望解决麻烦，用直接有效的方法。啊，这个您放心啊，周总。以我们事务所的能力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不好意思，周总，是我没有太明白您指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听说梁小姐，你之前的恋人是去税务局的，我们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如果真的是虚开的话，那这么大的金额，足以让这个公司老板判刑入狱了，这家公司也完了。赵科，查过售卖他们软件那公司吗？查了，从风控数据上来看，售卖这套智能软件的科技公司易腾科技，是一家正常营业存续的公司。从申报表上看，这4000万相当于宇辉1年的利润了。用1年的利润去买一套软件，这本身就很不正常。2位局长，我建议先对宇辉进行实地查证。我和宋局也是这个意思。这样，董姐，你下午带几个人先去宇辉查证一下情况。好，没问题。不好意思啊，忘了静音了。你接吧。案子已经讨论差不多了，没事，家里人。2位领导放心，咱们这边散会以后，我们检察科在出发以前再开个小会，把宇辉的所有资料再过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好。关于宇辉这个案子，我多嘱咐几句。这是我调到咱们稽查局的第1个案子。我们都知道，
咖啡生意历来是国外品牌的天下，像宇回这个本土产品，能够在残酷的市场上立足和生存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从远了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考虑我们和企业的关系，企业能够良好的、持续的发展，依法纳税，是我们税务系统最重要的基石。希望大家呢，在去执法和查证的时候啊，一定要时刻谨记，任何的声音都要基于公平、公正和尊重对方的原则上。在事情还没有定论之前，不要有任何的声音和立场，以免有失偏颇。在中国咖啡这条赛道上，宇回作为土生土长的国产品牌，我们备受关注。我们现在正在做 B 轮融资，我想把宇回真正的带出圈，把它做大做强。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税务局发起了对宇回的调查，我很担心，因为这个事情会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想请梁小姐用你的专业和税务局这层关系，帮宇回解决这个麻烦。而且，我也想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周总，首先我非常感谢您对丹心的信任，我也非常欣赏您的直接和坦率。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明确的跟您讲，我们的合作中，您所谓的那层关系，帮不到我们。为什么呀？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我父亲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新东的监狱服刑。到底什么原因？我爸爸他曾经是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最终他失败了，因为他想走捷径，他接受了一笔金额巨大的续开发票。梁姐，这个你可以放心，宇回没有做续开发票。我知道，周总，请您放心，不管是我们短期合作，还是有幸能跟您长期合作，我都会竭尽全力，跟贵公司一起去迎接这次挑战。喂，怎么了？我妈生病了，我在医院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请个假？哎呀，不行，我现在有任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解决这一病，我以为肖局能上去。可是谁知道？哎呀，你说我一没有后台，二呢，好像不会来事儿，只能靠我自己努力，对不对？我这也是为咱们这个家。哎，好，先这样，我那个回来接孩子。凤姐，来了，找人啊？哦，宋局找我，先过去。科长，你听说了吗？证据要调到咱们这儿来，而且是要调到咱们检察科来。你忙去吧。行。进来。宋局，请坐。请坐。经上级部门批准，稽查局的检察科将拆分成检察一科和检察二科。你是总局人才库的，上级的意思是调你到检察二科当科长。
发挥你信息化、数据化的特长，打造新东税务的智慧稽查。又回到老本行了，有什么想法？没有，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好。又回到这儿了，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是，有点。当初把你调走，你一直以为是老爷子托关系找我和老纪照顾你，把你调回区局的。其实不然，那个时候啊，是你不适合在这儿了。做稽查工作，要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坚定。可是那段时间，你因为大军的事情，你要找到答案，要找到真相，以至于影响了你的工作状态。把你调走，组织上也是出于对你工作状态的考量。现在呢，再把你调回来，理由是一样的。我希望现在的你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信念，去面对所有的工作状况。我明白。明白就好。那下周就给你办人事调动。好。上级部门的意思是检察科力量短缺，可以多增加一些人才。人才？咱们税务局人太多了，就他是个人才啊！啊，当初想调走就调走，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大军哥的事儿吗？小菊，你别忘了，当初可是我跟大军哥一起执行的任务。要是当时是我。不说了。这些年他在区局多清闲，现在想调回来就调回来，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季局、宋局是他老爷子带出来的吗？他后边有人儿，对不对？董姐，慎言啊！慎什么言？我就这脾气，有啥说啥，不会拐弯。行，你能调回来，你厉害，对吧？咱比不了，左右不了。但是，咱们局这么多科室，他为什么选择我检察科呀？检察科缺人手，那自然是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你就先不要有情绪了。我不是有情绪。那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啊？平级、上下级，以后谁领导谁呀？这工作怎么干呢？这个级别问题会分2个科，1科和2科。啥意思啊？把我们检察科拆了是吗？明白了，懂了。既然领导都决定了，我说啥也没有意义。行。我服从组织分配。董姐，你在检察科待了这么久了，你的功劳苦劳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啊，就是太急太直。说过你多少次了，凡事要外圆内方。圆啥？我都这岁数了，我也不是刚毕业的孩子。你了解我啊，小菊，我就这脾气。有啥说啥，憋不住，我说完就痛快了。现在我痛快了，我去吃饭去，下午还得干活呢。你去不去？去吧。家里都挺好的。挺好。我一声呢，父母教是你们令的。那不是东杰吗？东杰，这边。快来来，我们正商量着晚上一起吃饭呢，这不是好不容易调回来了吗？咱得替他庆祝一下啊！你不去吧，晚上我有事。怎么呢？
哎，我说同学，你不去可不行啊！咱们几个当年可是一块儿分到局里来的，现在正好回来了，咱们几个得给他接接风、洗洗尘。你说你不去，那多没劲呢。我晚上真有事，我丈母娘生病了住院，我媳妇儿得陪床，那孩子我得我接呀。啊，改天吧，下周等大家伙都有时间，我请客。啊，行。欣欣，你们吃着啊，我们可以开个小会儿啊。就这样啊，你啊，还有你俩，哎，下午去企业的时候啊，这样。咱老家新鲜的菜，别弄碗里的菜好吃。熊毅，人嘛，这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先报警吧。我又不是没取号，我就出去办那事儿的功夫，回来就说我过号了。我都跟他说了，可以先去没人的窗口优先办理。那他随便插队，我能不管吗？这不玩我的吗？他们就这么为人民服务的呀？你也好好说话啊！为人民服务就该听你在这不干不净的叫骂吗？我态度也不是不好，但我们也是人啊。怎么着，还想接着动手啊？这情况啊，好多人都可以作证。他这么一闹，对我们影响太不好了。哎，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啊！你小子回来了啊！又来给您添麻烦了。我可不会给你机会，你是不是不想回来？你也不想让我回来呀？哎呦，最近呢，自从这个新政策一出台，成天来咨询我的人呢，都能排出这税务大厅门口去，把我这个忙的哟，我从早到晚，这讲，连喝一口水的机会都没有。您说您何必呢？机构合并之前您是正所长，忙就忙吧，应该的。这机构合并了，您变成副的了，结果还这么忙，何苦呢？早知道别正转副啊。哦，不正转副，咱们一个所两个正所长，那听谁的？听您的呀。啊，谁叫您是严妈呢？哦，我刚来局里的时候，他们都管您叫严妈，我还纳闷呢。我说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要叫妈呀？结果后来发现，您是像妈一样喜欢无微不至的关照别人。我在家就听我妈的话，来您这儿啊，全都听您的。听我的，听您的。行啊，赶紧穿上工装，14号窗口。我知道你没意见，我没意见。全听领导的安排。对啊，你想想啊，我们这个一所那是模范所，到这儿来工作就得一不怕忙，二不怕累，赶紧吧。这不午饭点了吗？谁吃了？就你一个人饿啊？冲！冲！你好，我们税务局的，谢谢。谢谢。
欣欣，你说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大桌子，这一会儿人来了，不就像两军对垒一样？这下面听了会。我们今天来不就是谈判？哟，李科长，哎呀呀，辛苦辛苦辛苦！你好，周总啊，辛苦辛苦，哎，辛苦了。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宇回的税务顾问梁锦秋女士，她的合伙人于丹娜。李科长，你好。你好，梁小姐。哎，你好。你好，李科长，以后我们宇回的所有关于税务的事宜啊，你就跟两位对接处理。坐，来，坐，梁小姐。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方购置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是真实的，跟益腾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购买合同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我们准备了复印件，请各位过目。欣欣，开完会以后，把这个资料带回去。是。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地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